刚上大学的时候有参加过迎新宿营吗？这个活动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对很多新生来说，要不要参加是一个非常困扰的问题。而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迎新宿营吧。现在下载 Hami Video App 并进入 CAT 网红馆，你就可以在这个为台湾新媒体创作者打造的全新平台，独家抢先看到许多优质的创作内容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哦。有念过大学的人，应该很多都听说过迎新宿营这个活动。迎新宿营可以说是高中生上大学的第一个重头戏，对很多人来说，更是大学期间难忘的美好回忆。但每年的开学季，我们在 Dcard 还有 PTT 等等的各大论坛上面，常常就会看到很多大一新生在问：我该参加迎新宿营吗？而下面的留言通常会引来一番的论战。那有些人支持参加哦，觉得参加迎新宿营能够帮助新鲜人融入新环境，甚至交到人生的第一个男朋友或是女朋友，非常的超值。但有些人却认为迎新宿营是一个很糟糕的活动，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流程跟内容，不止非常有争议，甚至跟大学所强调的精神有严重的矛盾跟冲突。所以迎新宿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新生应该去参加吗？还是这个活动根本就不需要举办呢？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按照惯例先来一段工商服务时间。立志打败 Baby Shark 的洗脑儿歌你听过了吗？来自芒狗狗 Mango Pop 的我想摸一下，迷幻教材不能只有我听到。新同学，棉花糖猫摸起来什么感觉？好想知道，好想知道，好奇宝宝想摸一下。哇，是软软的毛，嘿，还是黏黏的猫？狮子老师说不可以，还是我们一起来画画？喵喵喵喵喵喵喵，棉花糖猫，要摸我要先问我，可不可以？汪汪汪汪汪汪汪，好奇mang狗狗，不可以也没关系，还是好朋友。现在就点击下方的资讯栏，订阅孩子最喜欢的双语学习频道芒狗狗 Mango Pop 吧。为了避免有些观众可能对迎新宿营比较不熟，这边我们还是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是一个办给即将入学的大一新生的活动，一般会办在校外的户外农场、露营区之类的地方，会过夜，有很多的团康。而主办人呢，可能是大二的学生，也有可能是大三或是大四的学长姐参与。而这个活动有可能是一个科系自己举办的，也有可能会跟其他科系一起联合。而这样做的用意，通常是为了平衡男女人数的比例。那也因为迎新宿营其实是来自于以前救国团举办的青年活动，所以无论是活动的内容或是进行的流程跟方式，都会有浓浓的营队或是军队感。那以活动内容来说好了，它主要就包含了像是联谊啊，还有野外这两个主要的元素。而进行的方式呢，一样会有执行官，会分成好几个组别，会有小队辅带着大家活动。而这恐怕正就是这个迎新宿营最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了。刚说到迎新宿营包含了像是联谊、团康还有野外等等的元素，而这些元素通常会混杂出现在每一个活动当中。例如学长姐们一定会设计一系列的大地游戏，让学弟妹到处闯关玩团康游戏，而到了晚上通常会有露营、烤肉、萤火晚会的桥段。而白天的时候，学员们会一起玩游戏啊，一起搭帐篷，在各种合作当中培养感情。而晚会活动呢，更是常会有经典的双人舞啊，让男生跟女生手牵手跳舞。而到了更晚的时候，还会有所谓的夜教活动。简单来说呢，就是让学员们在半夜出来试胆。那通常学长姐们呢，会布置一系列可怕的场景啊，或是关卡，扮成鬼来吓人，让学弟妹必须携手度过。而这个夜间教育其实也是从军队来的，一开始是为了锻炼军人的胆量所设计的试胆活动，转化到了救国团的营队活动时呢，就会增添了很多的联谊性质。那对新生来说，这些活动可以快速的熟悉自己未来的同学们，也能够认识新朋友，甚至有一点点成年礼的性质。而对学长姐来说，除了社交功能，在举办活动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学到很多宝贵的能力与经验。不过有些人却认为迎新宿营根本就没有表面说的这么美好。很多新生在考虑要不要参加的时候，首先会遇到的两个问题，就是金钱跟时间的考量。迎新宿营的报名费呢，常常动辄就是好几千块，对有些经济比较拮据的小大一生来说呢，可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且有的宿营会办在还没有开学的暑假期间，那如果新生住比较远，他可能还要额外的负担交通费，往来也会需要很多的时间成本。那另外有些人的个性比较内向，突然跟陌生人去参加这种比较紧密的社交活动，可能会觉得压力很大，怕自己表现不好，给人留下坏的印象。
象，而且活动内容也不一定保证好玩。要是去了之后觉得不开心，不就等于时间啊还有金钱都浪费掉了吗？而要是不去参加，又会担心自己很难融入人群哦，甚至被排挤。所以最后呢，就算是听从自己的内心，决定不去了，也还是会觉得有压力。那这边说到的都还只是没去过的人在决定之前的考量而已。有些参加过的人呢，还会加码抱怨哦，宿营活动有一些让人不舒服的黑暗面。很多宿营活动呢，在宣传的时候都会主打参加了就有机会脱乳，而这对血气方刚的高中毕业生来说，可能确实是蛮有吸引力的。但有些参加的学员呢，他可能并没有认识异性的期望或是需求，那遇到那些一定要男女分组才能进行的活动，可能就会觉得不太舒服。就算是有这个心理准备的人，也不一定呢就会喜欢活动当中接触异性的方式。像是在2016年就有新闻说到，有学长姐在带游戏时，竟然要求新生脱下内衣内裤互相舔脸颊。而2018年某个宿营活动的宣誓词，甚至有性骚扰的越线争议，例如执行官最大，他喜欢正妹，如果他跟你要赖，要双手奉给他。而除了这类被讥为迎新的争议之外呢，也有很多人提到，大学里面最重要的精神之一就是自由跟包容，但迎新宿营却充满了威权跟传统的元素，不止赶不上时代，还有很大的矛盾跟冲突。从刚刚讨论当中呢，大家或许隐约能够感觉到，这原本应该是一个轻松的活动，却到处都有一种强迫感。大家新生不参加，怕会被觉得不合群；参加了，又有可能会受到威吓啊，或者骚扰。而且这个压力也不是只有新生会有，就连学长姐甚至是学校周边的商家也是。办这个活动的经费，除了新生的报名费之外呢，通常会是学长姐去跟学校周边的商家拉赞助。对商家来说，赞助获得的回报啊，或许不明显，所以呢，可能会被觉得是在被乞讨啊，或者是被骚扰。那对于主办的学长姐来说，如果拉赞助不顺利，办活动搞到入不敷出，他们可能还要自己贴钱。而且这些迎新宿营的筹办工作，都是利用课余时间来准备的。有些人可能有自己的行程规划，例如像是打工啊、参加社团，也不一定真的有意愿去做这些事情。但如果不办宿营，可能会被骂是不遵守传统；那办了呢，又有压力哦，又不一定开心。无论是谁哦，就算感觉怪怪的，都可能会碍于种种的原因而不敢提出，或者不想提出。为什么原本利益良好的迎新宿营却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有些人认为问题可能是出在营队，因为这个性质的活动呢，难免会出现像是执行官啊、小队辅这类的职位，他们跟学员之间呢会有上下阶层的感觉，只要有阶层就会有权力关系，那属于学员身份的人通常就会不太敢反抗。但也有人认为问题应该不是出在营队，因为社会上面呢也有很多商业性质的营队，例如像是登山、摄影、文学营等等，大家去参加这些营队也不一定会有被强迫的感觉啊，所以问题可能不是出在营队，而是主办跟学员之间微妙的身份关系。商业营队的主办人通常是专业人士或是志同道合的人，而参与者通常也是社会人士，大家会愿意付钱参加，多半呢是出于兴趣，而且他们跟主办方的关系很单纯，像是对等的买方还有卖方。但是在迎新宿营当中，主办方跟参与者呢都是大学生，而且有学长姐跟学弟妹的关系，大家除了来参加活动之后，也会有更多相处的机会，这就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那关于这个部分呢，也有人进一步指出大学生因为经验比较缺乏，所以很多办活动的方式都会直接遵循前人的经验，而久而久之就会慢慢的形成传统。那当它变成传统之后，要改变就更加的困难，因为你可能要说服更多的人。而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认为曾经没权力的学弟妹变成有点权力的学长姐之后，也不一定会想要去改变现况，毕竟他变成既得利益者了。而且要推翻既有的制度，往往需要勇气，也需要执行力，但大家多半都只是一个过客。与其花这么多的时间去改革，不如顺从传统或许还更加的轻松。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志祺七七，请记得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才能够在每天晚上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而在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这个链接，加入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来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难免会回想起自己以前参加或是举办过迎新宿营的经验。那这个感觉真的是还蛮
五味杂陈的。有些事情当初可能会觉得稍微不对劲哦，但却不一定会挺身而出，因为不确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只隐约感觉怪怪的。一直到经历更多事，讨论过更多议题之后，回头来呢才会发现，哇，以前的这些事情好像有点严重哦。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就会觉得，有的时候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或是很难在当下就被解决，可能真的是来自于缺乏经验。在20岁上下的年纪，我们渐渐的开始享有一些自主权，有机会能够决定更多的事情。但以一个联谊性质的活动来说，它除了基本的策划、财务协作跟执行之外，还有人际关系、身体距离等等更加优微的细节需要注意。那如果没有经验或是不熟悉，没注意到不小心越线发生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可能都是难免的。那从某方面来看，其实迎新宿营这样子的活动，也确实是给学生提供一个体验或学习的机会。所以新生到底该不该参加，或是学长姐要不要继续举办迎新宿营，我们觉得关键可能还是在于当事人他自己怎么看待这个活动，想要在这个活动当中获得什么东西，而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办法让其他参与的人都能够避免遭遇不舒服的伤害。从今天的讨论当中，我们发现宿营的核心争议问题，除了威权、阶级、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强迫感之外呢，也包含到了像是性别气质啊，还有身体界限的争议。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已经有一些学校大学生发起过性别友善的宿营联署行动。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反思跟行动示范，也希望随着这类型的倡议越来越多，迎新宿营可以变得越来越好玩。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想问大家，如果你是大一新生，你会参加迎新宿营吗？A 会，我觉得认识新朋友很棒啊，而且要是没去变成系编怎么办？ B 不会啊，我觉得宿营没有那么重要，那都是学长姐骗人的话术。C 不确定，如果状况允许，应该还是会参加一下吧。D 其他留言跟我们分享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讨论迎新宿营的问题。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救国团以及学长姐制度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